她大概是史上最牛的公主。她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，母亲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，两个哥哥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先后2度称帝，就连侄子的名字呢也是如雷贯耳，那就是曾经一手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。而他本人呢，一度也是呼风唤雨，权倾朝野，差点步他母亲武则天的后尘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2个女皇帝。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。有人说她天真浪漫，有人说她利欲熏心，有人说她心狠手辣。那么历史上的太平公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？她继承了母亲武则天强悍和果敢的基因，也曾经想觊觎皇位，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为第2个女皇帝，却死在了自己的侄子李隆基的手中？太平公主究竟输在哪儿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曾子航。本期曾子航人物志将为你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太平公主，争议人物重新解读，不吹不黑，只讲人性。欢迎点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解密真相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面曾经这样评价太平公主：沉敏多权谋，按照如今的话来讲，就是一个沉着机敏、多谋善断的女政治家。毕竟她是武则天的小女儿，她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她那极不安分的母亲的血液，甚至连她的长相，这《新唐书》里都这样记载：丰硕方额广仪。意思是说太平公主长得丰腴饱满，宽额大脸，完全就是一个迷你版的武则天。也难怪她一出生就集3000宠爱于一身。她14岁那年，吐蕃使者前来求婚，点名要娶太平公主。武则天呢，不想让爱女像王昭君那样远嫁，但又不好直接拒绝吐蕃，便在这个皇宫附近修建了一个太平观，让她入住并取名太平。其实当道士是假，据和亲是真。而且在唐代，公主做女道士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有史可考的201位公主中，就有21人出家为道。不管怎么说，太平公主这个称号算是慢慢传开了。武则天取这个名字本想让女儿一生太平，可谁曾想到女儿的一生却跌宕起伏一点都不太平，最终还大祸临头，死于非命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要从武则天为女儿安排的第一段婚事说起。那一年，太平公主已经16岁了。道观里刻板拘束的生活早已拴不住她那颗野性难寻的少女心。有一回唐高宗和武则天在宫里大宴宾客，太平公主不请自来，竟然还头戴黑色围巾，身穿紫色袍子，腰间围个玉带，手上拿个弓箭，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将打扮。结果一出场就把父皇和母后给逗乐了。唐高宗问他：你又不是武官，怎么这身打扮？太平公主的回应出其不意：既然我不适合这么穿，那么你们就给我赏赐一个驸马吧。唐高宗看了妻子一眼，恍然大悟，女儿是想嫁人了。于是武则天便把太平公主从道观里接了出来，给她挑了一个出身名门且长相俊俏的薛绍做驸马。作为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掌上明珠，太平公主的婚礼注定是奢华的，更何况她出生在那样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唐盛世。公元681年那场婚礼一定让太平是终身难忘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风萧声度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绵延数百里的火树银花将长安变成了不夜天，一条条由火炬组成的火龙竟然把道路两旁的槐树都烧焦了。根据这个《新唐书》记载，为了让豪华庞大的婚车顺利通行，武则天竟然下令拆除了部分的城墙。不过让太平更难忘的是薛绍，这个第一次走进他生命的男人。当年热播的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里清晰记下了太平公主第一次见到薛绍的心理活动：长安月下一壶清酒，一束桃花，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面孔，以及在他刚毅的面颊上徐徐绽放的柔和笑容。我16年生命所孕育的全部向往，终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形象。我目瞪口呆，仿佛面对的是整个幽深的男人世界。幸福像一朵菊花，在少女的心中肆意地绽放开来。如果不是后来那一场家庭变故，
或许她就像大多数公主那样相夫教子，按部就班，平平淡淡，但也甜甜蜜蜜的过完一生。可她毕竟是武则天最疼爱的女儿，当母女俩共在一条船上，母亲总是跟大风大浪在搏斗，女儿的前途也注定了难以一帆风顺，甚至还要面临各种狂风暴雨的侵袭。就在公主和驸马度过了7年的幸福时光以后，命运开始对他俩伸出了可怕的魔爪，公主一家大祸临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薛绍因为兄长卷入了一场宗室的谋反大案，被下了大狱。哪怕太平刚刚怀了薛绍的第4个孩子，哪怕女儿跑到母亲面前苦苦哀求，武则天也不为所动，毅然决定将女婿处死。只是在事后，为了安慰一下女儿，打破公主10亿不过350户的惯例，将她的封地破例加到了1200户。寡居的太平公主很快就被母亲安排进入了第2段婚姻，这次是武攸暨，武则天的堂侄。为了让太平公主顺利嫁给对方，武则天竟然下令处死了武攸暨的原配妻子。面对母亲的残忍无情，太平这次始终是一言不发，甚至说早已是心如死灰啊！他知道这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。那一年是公元690年，唐高宗早已去世多年。虽然2个儿子李显和李旦先后继位，但都难逃被废黜的命运。武则天登基称帝已是大势所趋，太平知道嫁入武家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，否则他就会被当成李氏宗亲一样被赶尽杀绝。即使这个武攸暨完全没有薛绍的风流倜傥，简直像一只呆头鹅一样死板和无趣，他也忍了。果不其然，太平改嫁武攸暨后仅仅2个月，武则天就登上了权力之巅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1个女皇帝。薛绍之死与再嫁武攸暨，让他一下子看清了母亲冰冷的面孔和阴鸷的眼神。在权力面前，亲情就像鸡蛋碰上了石头，看似风光无限、金玉满堂的皇宫，其实是刀光剑影、你死我活的决斗场。看似高高在上、鲜花簇拥的皇位，内里积淀着浓稠的血腥气。作为武则天的女儿，无法改变的血缘，注定了太平的一生只能属于政治。她只有像母亲那样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才能保护自己，才能保护家人。从此，那个恃宠而骄的武则天的小女儿死了，那个曾经是贤妻良母的薛夫人死了，一个立志要成为武则天第2的太平公主横空出世了。既然母亲才是决定她未来和生死的唯一，向母亲学习，为母亲服务，就成了太平新的人生坐标。母亲强势，她也强势；母亲揽权，她也揽权；母亲豢养男宠，她也豢养男宠。为了讨母亲欢心，太平还把自己门下最得意的一名男宠张昌宗当做一件厚礼献了上去。后来张昌宗又拉上自己的亲哥哥张易之一起伺候武则天，两兄弟配合默契，互相取长补短，把武则天迷得个神魂颠倒，成了一代女皇晚年的回春妙药。太平公主的苦心果然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。没过多久，武则天把太平公主的封邑又涨到了3000户，是其他公主的10倍。不过权力是蜜糖，吃上瘾会让人膨胀。不久，深得武则天宠幸的张氏兄弟开始恩将仇报，甚至还在武则天面前是反咬一口啊！状告太子李显想联合太平公主篡夺皇位，企图构陷李家兄妹。这就有点像当年的吕不韦让手下门客嫪毐扮作假太监进宫伺候太后，结果导致嫪毐利欲熏仙，一手遮天，害得吕不韦是一个劲儿的吃后悔药啊！这不等于是养了一条白眼狼吗？只是此时的太平公主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娇媚纯真的少女了，权力的竞技场早已把她打磨成一个心机深沉的狠女人。如果说男人是泥做的，女人是水做的，此时的太平便是水泥做的硬儿刚。她早已洞悉，无论是夫妻感情还是母女亲情，在面对政治利益时都是不堪一击的。想当初，母亲为了当上女皇帝，连2个亲生儿子都敢废黜和软禁。如今老母亲年事已高，身边呢又帮佞臣包围，难免不会疑神疑鬼。说不定哪一天听了什么闲言碎语，对自己这个亲生女儿也会痛下杀手。
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反戈一击啊！他开始厉兵秣马，拭目以待。机会终于来了，从此太平公主正式登上政治舞台，像她母亲一样大展拳脚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请看下集。